以前我认为《金瓶梅》《肉蒲团》《孤往言》《野手抱言》这些可爱的小说已经是古代禁书的天花板了，直到看到这个书，才发现这些在他的面前都是弟弟。这个书，寡妇看了忧伤，直男看了弯腰，腐女看了落泪。相信我，你能点进来，就说明我们是同道中人。大数据也许会坑你，但你心中的喜好不会骗你。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么逆天的小说，我能不分享给你吗？我不是小气的人，唯一的担心是这个书被泰国的导演看见了。若哪个胆子肥的投资人导演把这个小说拍出来，绝对可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拿奖拿到手软。什么戛纳、威尼斯、柏林，关键是泰迪熊奖绝对有一席之地，拍出来可以和断背山、春光乍泄、霸王别姬这些电影来一个华山论剑。那这小说叫什么呢？3个字，卞而猜，明朝的。这书名呢，像我这种小学文化的，只有查了字典才发现它要表达的意思不简单。卞代表男子的冠帽，象征阳刚与男性的身份；钗则为女子的首饰，象征阴柔与女性的特质。所以卞而钗的意思就是男子将自己的冠帽拿下，而戴上了女子的发钗，这两者一结合起来，巧妙地隐喻了书中核心的主题。3个字，你懂的。那这个书一共由4个独立的部分组成，4个部分分别是情真记、情侠记、情烈记和情奇记，每记5回，共计20回，展现了作者对于情感坚贞、侠义精神、烈性与奇遇的深刻探讨。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小说三观炸裂，剧情逆天，脑洞无限，可奈何这个书有深度、有逻辑、有脑子，更有文化感、时代感、历史感，还彻底扒了人性的底裤。现在很多编剧不是编不出来好故事吗？偷师祖师，从里面找一找灵感，不丢人。相信我，你看完后会发现，死板的是我们，古人玩的是真开。我这一顿主观的输出，您看了听我说了，就会发现很客观。这期视频依旧很长，我把它全都说了，一期杠完我不会把它分成几期、几篇、几段。你要看就一次性的看完，不喜欢就点个叉，拉黑就行了不用再费事拉个好几回。我们现在就开始讲，我呢倒着讲，从秦奇记开始说。这故事是真的奇，我严重怀疑作者当时的精神状态，正如他的笔名醉西湖新月主人，没喝半斤二锅头，写不出这惊世骇俗的剧情。书归正传，您听说过忠孝不能两全这个话吧？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把忠孝两全了，但全都挺邪性的。怎么个邪性法呢？咱们慢慢的往下听。话说我们这个主角年方15，姓李，名佑先，字斋凡，父亲是松江府的知事，一个清廉的好官。古人给自己取字，就像现代人取网名，都有个含义。所谓斋，有摆脱斋调之意，凡代表俗世。李佑先是个追求脱俗超凡的人，想摆脱世俗的纷扰，过个清静体面的生活。可理想中的儒雅治世之路还没开始，就被现实砸了个大坑。有一天，他的父亲被派了个重要的任务，上京城送解钱粮。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老百姓交的税带到京都，交给大领导。但问题来了，古代没有什么防盗门，也没有金库保镖路上随时可能碰到土匪或者响马。响马是谁？就是那种古代打家劫舍的职业选手，我们上一期就讲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的上期。于是乎，李知事没走多远，钱粮就被响马给劫了。咱们这明朝的官场有个规矩，钱粮这个事儿可不能出岔子，要是钱粮出问题，轻的撤职查办，重的说不定就得下大狱。
这可怎么办？李知世急得直拍大腿，这回算是完了，赔不上钱就得死啊！他父亲为了还债，不得不变卖家产，可变到最后还差100两。李佑先一想，我要不想办法，咱全家都得完蛋。于是他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李佑先贴了个大标牌，卖身救父，价格不低于100两，满大街的找买主去了。然而天意弄人，李佑先走着走着，一脚踏进了京城的南苑，被一位叫做燕老官的看上了。这燕老官是个胖大汉，看到李佑先才貌双全后，二话不说，掏出了100两银子，把他给买了下来。至此，李佑先救了他的父亲，然而他也开始了他的南苑生活，成为了南苑的一员。咱再说一说这南苑，这可是个大有讲究的地方，这里面养的都是男孩，穿着女装，伺候这些高官显贵。你想啊，这么一个有理想的少年，心里那份读圣贤书走正道的念头，直接被现实撕得粉碎。李佑先是为了救父亲，但迈进南苑的那一刻起，他就再也不是那个顶天立地的男儿了，而是被迫屈辱地扮演女子的角色，伺候权贵。这南苑的设置说白了就是古代官场的黑暗面。表面上这些有钱的官员们冠冕堂皇，讲究清廉节操，实际上在暗地里搞的这些权力游戏已经完全背离了读书人最初的理想。李佑先到了南苑，燕老官对他可是寄予厚望，要成为南苑的台柱子。于是燕老官给他安排了一场诗词面试，这可是个艰难的考核，因为南苑的男人不仅要能陪客喝酒，还得能出口成章，博得满堂彩。李佑先不负众望，做了一首关于芙蓉的诗，震惊四座，大家一片叫好。燕老官更是乐坏了，这家伙不仅长得好看，还会作诗，这真是天赐良才。然而问题是，南苑可不是才子摇篮，这是个卖色的地方，诗词过关只是前菜，更可怕的是主菜还在后头。很快燕老官就露出了真面目，既然你卖身了，就得听主人的话，来吧，去陪客。李佑先吓坏了，他心想，我堂堂七尺男儿，是正经八百读过圣贤书的，怎么可能沦落到做这等下流的事呢？于是他试图拒绝，可燕老官哪是省油的灯，李佑先拒绝的结果就是挨了一顿毒打，拳打脚踢，直到他不得不服软。后来用一首歌来形容李佑先的生活，那就是这一段是对人性和尊严的最直接的践踏。当生存成为第一位，理想和清白就会被迫的让位。李佑先在这一刻明白了，命运就是这么的不公平。时间一天天过去，李佑先慢慢的成为了南苑的红人。他的美貌，他的词曲吸引了不少爱慕他才华、贪图他身体的粉丝。可见长得丑不一定是坏事，像我这样的就没有人会贪图我的身体。但是这个时候一个贵客出现了，匡仁龙。你看听这名字就不简单，此人在京城做官颇有权势。听说李佑先的才名后，匡仁龙决定一见真容，于是他出高价买了李佑先一夜。当匡大侠了解到李佑先的悲惨遭遇后，怒从心生，小子啊，你为了救父竟然沦落到这等地步，简直天理难容。你放心，兄弟，我救你出火坑。那一夜吹箫后，匡大侠还真的出钱把李佑先赎了出来。匡大侠让他回家见父母，可李佑先却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为了报恩，他决定扮作他的妾，陪他3年以报恩情。你看多有情有义啊！然而正当一切看似风平浪静时，故事到这里进入了一个转折点。匡家兄弟被人诬告私吞钱粮，整个家族被抄，家产充公，夫妻2个人都被关进了监牢，家里只剩下一个幼子无依无靠。李佑先再一次的站了出来，主家有难，
作为妾的我怎能不救？不能让匡家断了香火。于是他带着匡家的幼稚逃出升天，走上了逃亡之路。这个剧情像极了赵氏孤儿。李幼仙一路的转折，最后投奔到了一个寺庙，决定以道姑的身份掩饰自己，保护匡家的幼稚成长。这个时候的李幼仙已经彻底摆脱了世俗的束缚，她不仅是个男扮女装的妾，还是个男扮女装的道姑。这种身份的叠加本身是对传统性别角色的巨大嘲讽。在这个世界上，谁规定什么是男人该做的事，什么是女人该做的事呢？你想想啊，一个男人披着女装，端庄秀丽的扮演着妻子的角色，这个事儿是不是有点奇葩了？他不仅把匡家照顾得妥妥当当，还得小心翼翼不被发现，这也算是奉献型人格中的顶流了。为保护匡家的指示，李幼仙把自己彻底的女性化了，但人性就在这个时候体现得很深刻。李幼仙从头到尾都在牺牲，心里却始终坚守着那份孝义。他不愿让自己背上负心汉的骂名，一直坚守到匡家公子成人，但内心的痛苦与孤独却始终无法消解。你说这是不是特别的讽刺？本来志在四方的大丈夫，却因为生活和责任被命运锁在一个和他理想完全相反的角色里。最终李幼仙成功的抚养匡家幼稚匡鼎大了。匡鼎长大后不负期望，考上了状元。这一段是对忠孝节义与现实社会的完美结合。一个为家庭为义气牺牲了尊严的人，最终用自己的苦难换来了家族的重生。后来匡鼎为父鸣了冤，皇上还封李幼仙为孝义真人。我们的这位匡大侠被赦免后，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李幼仙。然而李幼仙留下了一封书信给了匡仁龙，说自己已经35岁了，为男17载，为女18年，如今看破了红尘，要修仙去了。于是他去了深山老林，到了一个庙观里，遇到了一个小道童。小道童给他讲了他师傅的故事。他师傅当年一时兴起，想体验一下做女人的感觉，下凡历劫去了，结果投成了男胎，就只好改了命数，让他做了18年的女人。李幼仙越听越像自己，就问：你师傅是谁呀？道童说：我师傅啊，是玉华真人，凡间的名字叫李幼仙。李幼仙立即的顿悟，脱去凡胎，回归仙位。故事到了这，你说这合理吗？在小说的世界合理啊。李幼仙虽然在人间受尽苦难，但天上总有道义给他补偿，所以呢，他最后就一跃成仙了，成了真正的大丈夫。咱们再来看一看整段故事，其实讽刺的还不是个人的命运，而是整个社会对人性的压迫和命运的无情捉弄。李幼仙一辈子都在扮演，他本来想当个豪气的男人，结果被迫扮演女人，最后在命运的推动下，他甚至只能靠扮演和隐忍来生存。你说这是命运的捉弄吗？是也不是，这恰恰就是社会给他的人生剧本，让他从一开始就别无选择。整个故事折射出古代社会对身份、性别、才华和道义的看法。李幼仙以孝为名，最终却只能屈服于命运的安排，最终的成仙也是一种虚幻的解脱。这种命运的反讽，正是揭示了人在社会规则下的无奈挣扎。你说它是不是像极了今天职场里那些不断妥协的我们？人生如戏，每个人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但你能不能在这场戏里找到自我，还是继续做个扮演者？这才是这篇故事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思考。人在命运和社会的巨大压迫下，是否还能保持自己的尊严和本心呢？或者我们只能随着世俗的潮流放弃自我，任人摆布呢？这不仅是明代的故事，也是我们今天仍然面对的社会难题。我们还要继续吗？那我们再看《秦猎记》这一篇的剧情，我觉得可以媲美《霸王别姬》。这个故事的主角叫韦运，家底其实不赖，他父亲是个小官，但早早的去世了。那个年头，男人死得早对家庭的影响太大了。母亲陈氏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艰难地维持着生计。韦运自己呢，天赋异禀，
是个14岁的小才子，写文章、作诗都拿得出手。不过人生不易，正当家里以为可以靠儿子的才学扬眉吐气时，悲剧就来了。文运他爸当年给儿子定下的亲事，万恶家的千金正娘突然要退亲了。为什么呢？因为文运他爸死了呀，家道中落呀。而万恶呢，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他只认钱不认亲。这就像今天的凤凰男和拜金女的组合，一旦凤凰的羽毛掉光了，拜金女自然要跑路了。没想到吧，现代网文的退婚情节500年前就已经被写烂了。关键是万恶还不敢直接说退亲，而是偷偷的玩阴的。万恶搞了什么事呢？他居然买通强盗，设计陷害文运的哥哥文韶，把他定为倭家。倭家是什么？黑社会的同伙。文运年纪小，但也被连坐一起被抓了。兄弟俩倒霉到家了，哥哥扛不住严刑拷打，只好屈打成招，被定了死罪。文运因为年幼才免了问斩。古代的连坐制度狠啊，一人有罪，全家受牵连。这种制度下，你要是碰上一个黑心的亲戚，搞不好一家人都跟着倒霉。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呀。就在兄弟俩苦熬牢狱生活时，文运还在努力地保持清醒的头脑。他觉得自己不能就这样放弃生命，还安慰哥哥说：皇天有眼，总有一天我们会沉冤得雪。可哥哥文韶已经心灰意冷，觉得这个世界天道不明，反正自己都要死了，不如让弟弟逃出去，保全性命。就在文运想逃走的时候，突然有公差来了，说是要带他去见知县。知县开门见山的说：你丈人万恶写了退亲状，你怎么看？文运心里苦笑，自己都快死了，谁还在乎什么婚约不婚约的呢？索性就写了退亲的文书，打了手印。但是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更可怕的还在后面。文运回到监狱里，发现有个叫静止的偷偷给了他一包银子，说银子是万恶买通他，要送他文运上路的。你看，这就是买凶杀人。这个叫静止的良心发现，不忍心杀害文运，反而告诉他整个阴谋，还帮助他设下逃脱的计划。接下来文运踏上了一条更加戏剧化的道路，为了生存，他不得不进入梨园，混入戏班，成为了一名戏子。咱们现代人看戏可能觉得挺浪漫，风流才子佳人的生活，但在古代，戏子可不是什么体面的职业，几乎和贱民划等号。文运这位小才子，堂堂正正的文人，竟沦落到要靠扮演正旦正旦是什么？就是女角来谋生，真是命运无常啊。文运呢，虽说是被逼无奈，但他这个人还是有股傲气的，毕竟从小是读圣贤书长大的，戏班里的其他人都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戏子，谁也没看出他的文人骨气。可没想到，真的有一个人慧眼识珠，他就叫云天章。我们这个故事的第二男主角上场的文运的知己。云天章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这哥们呢，也是个有趣的角色。他家里虽然穷的只剩下4面墙，他的一生梦想就是玉堂金马就做大官，但是奈何一直不得志。这天云天章去看戏，刚看到台上的文运，眼睛就亮了。这个人绝对不是一般的戏子想想看，一个大老爷们扮起女角来，举手投足间竟然有如此的风韵和才情，这简直就像你在地铁上遇见一个长得甜美、举止优雅的陌生人，你下意识的就觉得他不应该是路人，一定有什么特别的故事。云天章于是打听到文运的住处，主动上门拜访。当真，这段故事充满了古代文人之间高山流水遇知音的那种戏剧性。文运和云天章一见面，简直就是棋逢对手，两人互通相冠，彼此相见恨晚。这段对话特别经典。云天章开门见山的就问：你是个文人，怎么跑去当戏子了？文运呢，含泪的道出自己的身世背景，家破人亡，被迫入戏班过生活，我也很绝望啊。云天章听完，眼泪差点没掉下来，心疼的说道：世道不公啊，贤弟，你如此才华横溢，却落得如此下场。不过你别担心，
我不会嫌弃你，我愿意做你这穷途末路中的知己。于是呢，两个人开始了风雨同舟的日子。文运在戏班扮演正旦，云天章则拼命的读书，努力的备考。两个人各有各自的奋斗方向，但他们的友情却愈发的深厚。然而，事情从这里开始有了情感上的转折。云天章虽然对文运很纯洁，但文运对云天章却有了点不一样的感觉。要知道，他虽然表面上是个男人，可长时间扮演正旦的角色，让他对自己的身份有了一丝的迷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起《霸王别姬》张国荣扮演的那个角色，和文运简直一模一样。再加上他对云天章的仰慕与感激，内心深处逐渐萌生出一种超越友情的情愫。有一天，文运突然决定要以身相许来报答云天章。这段情节非常出戏，却也非常符合故事的调性。文运感叹自己已经无以为报，只有自己这具娇躯可以报答知己的深情。于是一个奇妙的夜晚到来了，文运故意穿上了女装，满怀心事地躺在床上，等待云天章的到来。他心里想着，今天我一定要让云兄明白我的心意。虽然我是男儿身，但我的心早已经属于他了。然而文运挑逗了半天，云天章一开始确实有点动心，但他最终压抑住了内心的冲动，说了句夜深了，睡吧。然而就倒头睡过去了。文运这下懵了，心想，原来云兄竟然是这样一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呀。他心里既羞涩又失落，但也因此更加尊重云天章。接下来的日子里，文运决定继续忍耐，直到时机成熟。可惜天不随人愿，戏班里的事情越来越复杂，文运也越来越难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更大的麻烦找上门来了。聂夷宾。聂夷宾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存在呢？他是王府的亲戚，拥有权势，平日里最喜欢拐小官戏子，甚至勾搭良家妇女。这个人就是典型的古代的土豪加恶霸，有钱有势，随便欺负别人，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聂夷宾看上了文运之后，直接派人把他带到自己的家中，还对他百般的羞辱和调戏。文运当然不愿意顺从，他先是试图用智取的方法来逃脱。这个老聂呢，显然被文运的外表迷惑了，以为他心甘情愿，于是同意给他一些时间来安顿家里的事情。文运在老聂安排的3天期限内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到了最后一晚，他故意引老聂来饮酒，并提出要用剑舞助兴。这其实是文运最后的诀别，他决定在这个夜晚结束自己的生命。剑舞起，文运出招如电，他猛然一剑刺入自己的喉咙，血溅当场。文运的了断让整个故事进入了一个鬼怪元素的转折点。老聂看到文运的鬼魂来向他索命，彻底发疯。与此同时，文运的魂魄并没有真正的离开凡间，而是通过慈航大士的帮助获得了继续存在的力量。慈航大士看到他忠诚于朋友，守护尊严，就让他暂时留在人间，成了一名情鬼，有了在阴阳两界出没的权利。文运以鬼魂的身份继续活在人世，并且找到了云天章，两人再次相逢，场面既感人又诡异。云天章惊讶之余，也明白了文运的深情。这段情节可以说是人鬼情未了的题材的早期雏形，他来帮助云天章完成他的功名大业。文运这次的帮助不再是以身相许，而是以魂相助，进入了林清陆知府的家中，利用自己在生前正旦的演技，装扮成了一位大家闺秀。要知道，文运在梨园的多年戏剧经验已经让他变得雌雄难辨，如今扮成女子简直得心应手。这个陆知府一看这个女子才貌双全，诗文俱佳，心花怒放，立马决定要娶她为妾。文运当然不会真答应，但他心里已经打定主意要卖个好价钱，为云天章攒够赴京赶考的费用。最终文运成功的骗得陆知府一大笔财物，然后趁其不备悄然离开。这一招假卖自己的策略，既让陆知府无从追究，又帮助云天章顺利筹到了赶考的费用，可谓是一石二鸟。文运回到了云天章的身边后，两人再度团聚。此时的云天章已经走到了人生的重要关口，科举考试。
文运作为鬼魂，虽然不能亲自参与凡人的事务，但他用自己的方式帮助云天章调整心态，最终云天章顺利考中了举人，并且名列前茅。这段情节实际上充满了对科举制度和世俗权力的讽刺。云天章靠着文运的鬼魂帮助才得以成功，暗示了在那个腐败的社会中，才华和努力往往不如运气和奇遇来的重要。故事发展到这里，云天章不仅中了举人，还顺利迎娶了林清知府的千金陆玉凤。这场婚姻并非偶然，而是文运设计的结果。云天章得以娶到一位名门闺秀，风光无限。婚礼那天，云天章本应该在洞房花烛夜里尽享美好，但他却满心牵挂已经逝去的文运。这天夜晚，云天章再一次梦到文运，在梦中，文运告诉他，我已经做到了南海水神，受封为南海总管。虽然我们今生无缘再做朋友，但在阴间我也得到了自己的位置，这一切都拜你所赐。云天章从梦中醒来，心情复杂，他既为文运感到欣慰，又感到一种莫名的失落。不过文运并没有真正的离开，他告诉云天章，虽然我已经成了神，但如果你日后遇到任何无法解决的难题，只需要召唤我，我一定会现身帮助。从此以后，云天章的人生彻底走上了辉煌之路。他不仅仕途顺利，而且在处理各类疑难案件时，总能得到神明的帮助。每当遇到无法解决的冤案，他只要取出文运赠予的那把宝剑，祈求文运的帮助，案件便能迎刃而解。云天章的仕途一帆风顺，最终位列高官，成为了朝廷中的风云人物。而文运的故事也成为了地方上的传说，人们敬仰他义薄云天的情轨，并为他修建了神庙。故事的结局既荒诞又带着一丝浪漫主义的色彩。不得不说，秦烈记的文运真的烈。还要往下看，那么这一次我们的作者把故事放在了武陵，这一篇叫秦侠记。这个故事得从天津卫说起。天津卫那可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有这么一家，姓张，张机。这位张机年方14，能文能武。文呢，能提笔安天下；武呢，能挥戟定乾坤。什么剑术、单鞭、飞爪，您听听这阵仗，基本属于谁碰他谁倒霉。他爹张宏可是宁府总兵，背景老硬了。但这个张机呢，不仅仅会靠爹，他一从小就觉得呢，光靠爹妈不行，我得有真本事，所以他每天起早贪黑练武读书，这才练出了一身的好本领。到了15岁，他上了文试，3战3胜，拿下了文魁。这一下，整个天津卫都知道有个叫张机的天才。这个时候，离天津200里外有座凤凰山，那可是山贼聚集的老窝，头领叫郑雄，号称混天大王，手里有5万个小弟，正准备抢天津呢。这郑雄手下有个猛将叫王飞豹，听这名字就知道不好惹。王飞豹这个人有故事，原本是个老实人，家里有妻有女，可因为老婆被人逼死了，他一气之下报了仇，带着2闺女投了山。王飞豹这个人呢，打心眼不想当贼，他一直盼着哪天能够洗白，回归正道。您说这命运还真有意思。为了拿下天津卫，郑雄派遣得力干将王飞豹潜入天津卫。王飞豹有2个女儿，王女英和王女杰，这2个女儿武艺高强。这一次他是假意潜入天津卫，实际是投诚，也想借此机会给2个女儿呢找个如意的郎君。王飞豹有意的显示本领，打败了知府的手下。这个时候，张机主动的请缨，迎战王飞豹和他的2个女儿。张机出马1个顶3，生擒了王飞豹和他的2个女儿。王女英和王女杰眼见张机如此英雄，又如此貌美，都爱上了他。最后这故事是怎么样的呢？张机赢了2媳妇。您说一般新婚妻子打扮的花枝招展，但这2个披甲带刀，婚礼还没完呢，就得上战场了。为什么呢？山贼来了。这贼军还没等张机洞房呢，直接攻到了天津城下。张机心想，这婚不结了，先打贼。这2媳妇呢，也是英勇无比。女英挥着双锏，女杰舞着双刀，齐心协力，一左一右跟贼军大战300回合。这场仗打得激烈，
张基指挥如神，王女英、女杰配合默契，打到最后，张基直接用一发火龙镖收了一下，解决了山贼首领。这场仗赢得漂亮，天津卫终于太平了。大仗打完，张基总算是能安安心心回去结婚了，和两媳妇也终于拜了天地。您说这段情节过不过瘾呢？这个时候啊，天津卫出了个有名的才子，姓钟名荼。您听这名字就知道，这是个文雅的人物。他一听说啊，张基文武双全，还是个美男子，心里那叫一个痒痒啊，心说这张基可是个人才，我得去结识结识。这宗旨虽然是个文人，但也有点不老实。您说他一见到张基风流倜傥、英姿飒爽的小伙子，心里那叫一个动心啊，我可不能错过这么俊俏的才子。于是乎，他三请张基来到家里做客。这文人之间的感情吧，你说复杂吧？宗子对张基那叫一个欣赏，但欣赏过头了，这事儿就不太对劲了。宗子请张基喝酒作诗，张基也没多想，毕竟觉得大家都是才子嘛，交流交流也无妨。可这宗子心里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他想趁张基喝醉来个霸王硬上弓。您各位，这看出来了吗？这不，张基喝多了，宗子就下了迷魂酒，趁机动了手脚。张基这回啊，脑袋晕乎乎的，根本没反应过来，稀里糊涂的就被宗子占了便宜。张基着了道，醒来后发现这屁股不太对劲，差点一剑把宗子砍了。但宗子这个人特别会说话，赶紧跪下认错，说什么我是真心仰慕您了，不是故意的，您杀了我吧，我无怨无悔。这把张基弄得进退两难，最后没办法，心想算了吧，犯不着为这个事儿毁了自己的名声，还是放他一马吧。于是张基就忍了，但心里肯定不舒服。不过这个事儿也不算完，张基忍了，但没想到宗子反倒是越陷越深，还给张基写情诗。这事儿你说奇怪，更奇的是宗子还写得特别好，张基看了之后竟然也有点不知所措了。谁曾想这段关系竟然变得越来越暧昧，弄得张基心里直打鼓，这玩意怎么跟两媳妇交代呢？正在张基心里纠结的时候，远方的战火又燃起来了。王飞豹在象山被困，府台一看，赶紧请张基去救。张基一听老丈人有难，那还能含糊啊？二话不说，领兵出征，两个媳妇也是上阵的好手，一起出马救父亲。这场仗打得那叫一个漂亮，张基带兵如神，前后几次大战，最终破敌，成功把老丈人救了出来。王飞豹那叫一个感动，可是呢，刚把老丈人救出来，张基这心里也不轻松啊。为什么？宗子那边还惦记着他呢。这不，宗子一听说张基打胜仗了，立马差人送信，还写了一封长信，情深意重。张基拿着信，心里那叫一个乱，哎呀，我上也不是，下也不是。不过这回呢，张基硬是压住心里那点纠结，先把家事国事摆在前头。可是感情上的事儿咋说不准，张基心里再怎么压也得有个了结。终于这段情感纠葛还是到了个了断的时候。3年后，张基荣归京城，封侯拜相，连他两媳妇也跟着一起风光无限。但这个时候宗子还没有死心，写信要约张基再聚。这一回啊，张基已经是封侯的大官了，再见宗子心里已经没那么多情绪了。可宗子呢，心里头那点执念还在，见到张基就忍不住表白，你知道我这3年是怎么过的吗？天天盼着你，天天盼着再见你一面。今天总算是见到了。张基呢，虽然不忍心拒绝，但这回已经知道自己得放下这段纠缠。于是他告诉宗子，你我都是大臣，有些事儿该过去了。宗子一听这话，心里也是百感交集。最后2个人虽然再续了旧情，你懂的，但这一次已经是告别的前奏了。最后张基决定辞官归隐，带着两媳妇回山里去过清静的日子，而宗子呢，也随着张基一起归隐了。还继续往下看吗？最后一篇《情真记》讲的是校园。话说在扬州府有一个美若天仙的书生，姓赵名王孙，字子简。这个小赵不光颜值天花板，还文采过人。但小赵有个致命的特点，高冷。对，他就是那种不管身边小姐姐小哥哥怎么追求，他只在意读书，社恐又拒绝社交，
完全把自己活成了一株人间的仙草。偶尔呢，会有几个同学开玩笑逗他，小赵要么正式的拒绝，要么懒得搭理。你以为他只是不懂人情？不，他只是觉得你们这些凡人离我远一点。结果呢，小赵这波操作反而更撩人呢。于是我们的另一位男主登场了，韩林。大家知道什么叫一见钟情吗？韩林看到赵王生的那一刻，心里直接掀起了惊涛骇浪。这么一个气质超凡、颜值爆表的少年，简直就是人间的宝贝啊！于是韩林怎么做的呢？普通人可以选择送花、写信、约吃饭，但韩林不，他玩了个大的，乔装打扮，改名换姓，装成一个书生，混成小赵的同学，立志近水楼台先得月。韩林改名为屠必济，你们品品这个名字，暗示的还不够明显吗？屠必济就是我必帮你度过这风花雪月的劫呀。接下来韩林开启了他的高段位追求模式。他呢，先是表现出一副很正经的样子，和小赵互动，一起讨论学问诗词，营造出一种我们是正经朋友的氛围。但大家懂得，这种文人雅士的互动，其实就跟今天两个人约着去看艺术展，喝咖啡一样，表面高雅，内心澎湃。小赵也不傻，虽然他高冷，但也不是没有感觉。他对凤翔的这波穷追猛打的心理是有点波动的，只不过碍于古代的礼教，他还是得装得一本正经。韩林的追求也逐渐从文艺的攻势升级为肢体的接触，对，就是逐步开始试探小赵的底线。比如某天他突然说：“赵兄，今晚风寒，我这里暖和，你不如上床来暖一暖吧。”这个时候你们是不是以为小赵要怒斥对方打脸了？不，小赵的拒绝是很文雅的。他说的是：“兄台，我们还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谈这些出格的事儿。”但嘴上这么说，身体其实没挪动几步，懂了吧？但好戏在后头，你以为这段关系可以这么悄咪咪的进行下去吗？不存在的。韩林和小赵的这段感情不光是他们俩的事，还有周围的同学、吃瓜群众，怎么可能不凑热闹呢？于是登场的就有两个有点坏心眼的同学，张狂和杜季。你看这两名字啊，这两人呢就是古代的键盘侠和八卦王，不仅对韩林和小赵的亲密关系嗤之以鼻，还专门跑去小赵的家里举报啊！你们家小赵啊，在学校里乱搞啊！你不管一管你的儿子呀？你可以想一下，小赵的父亲听完之后的反应，堂堂名门之后，竟然卷进了这种风月故事，气得他的父亲一拍桌子：“逆子！我养你这么多年，就是让你搞这种事的。”小赵回家挨了一顿臭骂，家庭关系瞬间的紧张。就在小赵面对家庭危机，被父亲逼着好好读书的时候，人生的转机来了，科举。对，古代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小赵参加科举，而且考得非常好，甚至被推举为县里的首位考生。于是他父亲一改之前的怒火，瞬间高兴了起来。好，我儿子终于有出息了。但是故事到这里就平静了吗？没有。在科举的过程中，谁再次出现在小赵的生命里呢？没错，韩林。原来这位曾经乔装追求小赵的韩林，正是当时的考官之一。韩林一看到赵生的卷子，直接来了一句：“这个字是他呀，这不是我心心念念的小赵吗？”于是小赵的考卷被特别的关注，最终他一跃成为榜眼。韩林和小赵就这样的在京城重逢。你以为韩林还会停留在最初的单相思吗？不，他现在可是小赵的贵人啊，帮助小赵一路平步青云，成为了朝中大臣呢。但这故事的最后还没完，小赵虽然升官了，但韩林的仕途却遭遇了危机。他因为得罪了当权的太监，面临着被革职的风险。而这个时候，小赵挺身而出，哪怕冒着被贬的风险，也要为韩林鸣不平，最终为他洗清冤屈。两个人经历了一系列的权力斗争和风雨飘摇，最终选择了辞官隐居白门，算是携手退隐山林，过上了与世无争的生活。这算是给这个复杂的情感故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吧。你看，故事讲到这里，不就是一场跨越阶层、身份和世俗礼教的情感追逐吗？至此，这个故事讲完了。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李奇葩说。如果你非常喜欢听李奇葩和王大爷讲故事，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